百香果咧，因為果實裏邊咧融合多種嘅水果嘅香氣，先有咁樣嘅名噶。佢睇起嚟咧唔算張揚，但係咧佢有豐富嘅營養能量，對健康好有幫助噶。大家好，我係謝醫生。呢一期影片咧，我哋嚟講講百香果。咁百香果咧係屬於西番蓮屬嘅植物。咁呢個家族裏邊咧，大多數係草質嘅多年生藤本植物。全世界大約係有500幾種。其中超過90%嘅都係分布喺中南美洲嘅熱帶同埋亞熱帶地區嘅，淨係有少部分咧係延伸到亞洲嘅啫。咁喺呢個家族裏邊咧，西番蓮屬嘅果實咧，佢唔係都可以食用㗎，淨係少數好似百香果咁啦、甜西番蓮啦咁樣被用嚟作為水果嘅。其中最有名嘅就係原產於南美洲嘅百香果啦。咁唔少地方都習慣稱佢為雞蛋果。咁因為佢個果咧係橢圓形嘅，形狀好似雞蛋咁。咁佢個果汁咧又特別香，帶住菠蘿啊、草莓、香蕉、番石榴、檸檬咁多種嘅水果嘅味道，所以就好受歡迎。咁百香果咧傳到中國咧，最早係喺20世紀初時噶，由台灣引進種植噶。後嚟新中國成立之後咧，廣東、福建咁沿海省份咧又從東南亞帶翻嚟啦。直到80年代以後咧，先慢慢出現喺南方嘅水果市場。如今咧，市面上嘅百香果主要有紫果、黃果同埋雜交果3大類㗎。咁百香果嘅營養價值好高啦，而且佢掛果期長，幾乎係全年都可以採收嘅。唔單止係水果，佢更係一種精製作物。喺國內咧，福建、廣西、廣東、海南同埋雲南呢啲地方咧，都有大規模種植嘅喎。咁百香果嘅可食用部分咧，佢嘅蛋白質含量為2.2%啦，喺水果中算係比較高噶啦。咁佢糖分都唔低喎，超過10%。不過咧，佢個升糖指數就比較低。呢個就係因為百香果富含膳食纖維同埋有機酸，佢可以緩解咧血糖上升嘅速度。另外咧，百香果嘅維生素 C 含量都唔低嘅，每100克咧大概係有30毫克。喺水果裏邊咧，屬於中上水平㗎。咁百香果膳食纖維含量高啦，可以達到10%左右啦。主要個成分就係果膠。咁果膠喺體內咧，佢可以吸水之後咧，形成粘稠嘅膠狀物。咁佢就可以增加我哋嘅飽腹感啦。雖然咧果膠係一種咧水溶性嘅膳食纖維，不過佢唔會俾我哋人體消化吸收㗎。不過咧，佢喺入咗大腸之後咧，佢會俾呢個腸道菌群咧部分利用，對腸道健康咧有一定嘅幫助㗎。有啲朋友問謝醫生啊，百香果可唔可以治療便秘咧？其實咧，百香果確實係可以幫助促進消化液嘅分泌，促進呢個胃腸道蠕動縮短食物喺消化道停留嘅時間。對於一啲輕度嘅功能性嘅便秘人嚟講咧，佢有一定嘅改善嘅作用。咁適量食用咧，可以作為輔助嘅方式，幫助緩解便秘。但係百香果係唔可以直接治療便秘㗎，畢竟佢唔係治療便秘嘅藥。同時咧，百香果嘅營養豐富啦，佢含有糖類啦、蛋白質啦、氨基酸啦、多種維生素啦，因為佢含有豐富嘅維生素 C 啦。酸度比較高啦，食咗之後咧就會刺激呢個腸胃咧分泌消化液啦，促進消化。但係因為佢嘅酸性比較強，胃潰瘍啦、慢性胃炎啊，或者係容易有胃酸反流嘅朋友，要慎重食用啦，以免刺激呢個胃黏膜導致唔舒服㗎。另外咧，前面都講到百香果富含膳食纖維，雖然膳食纖維佢係有助於緩解呢個便秘嘅，但係咧，不溶性嘅膳食纖維嘅效果更加明顯，而百香果中嘅纖維咧，只要係水溶性嘅果膠。不過咧，果膠係一種多糖類嘅物質，可以喺水中咧形成呢個凝膠狀嘅結構，包裹呢個食物中嘅糖分同埋呢個脂肪，掩管佢喺腸道內嘅消化同埋吸收，可以起到降低餐後血糖上升速度嘅作用。另外咧，謝醫生提醒大家，引起便秘嘅原因非常複雜㗎，除咗功能性便秘之外咧，都有腸道疾病啦、神經系統疾病啦等呢啲引起嘅一個便秘。所以咧，我哋唔可以依靠食用百香果起到明顯嘅改善嘅作用。咁如果我哋調整飲食之後咧，仍然係冇緩解咧，
應該積極咁就醫，明確呢個便秘具體係乜嘢原因引起嘅，喺專業嘅醫生嘅指導下，積極對症治療，以免延緩病情㗎。有啲朋友問謝醫生啊，糖尿病可唔可以食百香果呢？咁糖尿病人咧喺血糖控制穩定嘅情況之下咧，可以適量咁食用百香果，但係都唔建議飲百香果嘅飲料，因為飲料可能佢個糖分太高啦，可能有破壞血糖控制穩定嘅一個風險，所以咧就唔建議飲。咁從營養成分嚟講，每100克百香果中碳水化合物含量為13.8克，其中大部分嘅膳食纖維，咁大約係佔10.4克。咁膳食纖維喺我哋人體消化系統中係冇法被分解吸收嘅，但係咧佢會增加我哋食物喺腸道內嘅體積，延緩呢個碳水化合物嘅消化吸收速度，從而咧減緩呢個葡萄糖進入血液嘅過程，避免餐後血糖急劇上升㗎。咁喺升糖指數方面咧，百香果嘅升糖指數咧大約係喺28到35之間，屬於低升糖指數嘅食物。咁呢就意味著咧，食用百香果之後咧，血糖上升嘅速度比較平緩，峰值咧相對比較低。咁而且呢個血糖波動嘅幅度比較細，相對於高升糖指數嘅食物嚟講咧，對糖尿病人嘅血糖影響咧更加溫和。不過咧，百香果仍然係有一定量嘅果糖同埋葡萄糖呢啲糖類嘅物質，過量食用咧都可能會導致攝入嘅碳水化合物總量增加，進而使我哋血糖上升㗎。咁對於糖尿病人嚟講咧，控制百香果嘅食用量咧係至關重要㗎。咁每次食用百香果咧就唔好超過100克啦。而且我哋將所含嘅碳水化合物咧計入每日總碳水化合物嘅攝入量中。如果我哋當日食用咗百香果咧，需要相應咁減少其他主食同埋含碳水化合物食物嘅量，以維持全天碳水化合物攝入嘅平衡，防止血糖升高㗎。同時咧，百香果嘅食用方式咧都會影響其他血糖嘅作用。咁直接食用深酸嘅百香果咧，相較於將百香果製成果醬或者果汁咧，更可以保存其中嘅膳食纖維，對血糖嘅影響更加細。另外咧，由於喺製作果漿果汁嘅過程中咧，佢可能會破壞百香果嘅結構啦，使佢裏邊嘅糖分更易使我哋人體吸收，可能會導致血糖上升呢個速度加快。所以咧，即使係糖尿病人喺血糖控制穩定嘅情況下咧，都唔建議飲百香果嘅飲料。咁食用嘅時間都係我哋糖尿病人需要關注嘅要點喎。我哋要避免餐後即刻食用百香果啊，因為我哋餐後本身嘅血糖係處於一個上升嘅狀態啊嘛。咁呢個時候咧，我哋會食用咧百香果咧，就會使我哋血糖進一步升高噶啦。所以一般我哋建議飲食咧都喺上午10點鐘左右，或者下午3點到4點之間係食用噶。咁呢個時候咧，血糖相對嚟講咧係比較一個較低嘅水平。我哋食用百香果咧，引起血糖波動嘅概率咧就會降低噶。另外咧，我哋糖尿病人喺食用百香果之後咧，要密切咁監察呢個血糖嘅變化，了解自身我哋對百香果嘅血糖反應啦。如果我哋食用後咧血糖升高比較明顯，超出我哋目標範圍咧，就應該減少百香果嘅食用，或者係暫停食用啦。我哋同時咧都可以選擇其他含糖量咁低嘅、升糖指數咁低嘅水果。如果我哋想食到好食又甜美嘅百香果咧，其實咧記住幾個小技巧，輕輕鬆鬆就可以揀到成熟度高、口感一流嘅果啦。咁我哋先睇個形狀，我哋揀嗰啲外表係圓潤飽滿嘅，形狀好似個雞蛋咁均勻嘅，嗰啲形狀好奇怪嘅、生得奇奇離離嘅，有可能佢係催熟嘅，味道就差咗啲。另外咧，我再睇翻佢個外皮如果係有啲巢嘅，講明佢係快熟啦，係正常嘅。但係咧，我哋都唔可以揀嗰啲太巢太乾嘅，咁樣個水分流失咗咧，果肉肯定都唔多噶。同時咧，我哋可以再聞聞呢個味，再拈下個重量。咁成熟嘅百香果咧，佢會散發濃郁嘅果香味噶。咁拈起嚟咧係沉甸甸，咁就講明裏邊嘅果肉咧係飽滿汁水豐滿，食起嚟先有滋味噶。咁用呢個方法咧，可以使大家挑選到滿意嘅百香果啦。咁多謝大家。